你好。哦，好屁啊！好屁哦！很兴奋，分享开心，很兴奋，就接收到会唱歌、会讲话的小黄帽，一定要找专任帮忙，因为专任真的是专业。专任，你可以和我一同去买鸟吗？这次和朋友去买一对小黄帽，因为他不会看鸟，又怕买到病鸟。你知道跟网友买鸟需要注意什么吗？今天都公开，好你知。哇！你知道在网络买鸟，看到好多的鸟，都比宠物店便宜非常的多。可是你知道在网络买鸟有什么陷阱，跟有什么经验，你是必须知道的吗？没关系，由我来告诉你。嘿，大家好，我是专任，欢迎收看我们今天都是鸟事。我们是一个专注鹦鹉饲养教学、鸟舍管理和繁殖富裕讨论的频道。喜欢我的话，请帮我按赞、订阅、打开小铃铛，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更新啦。养鸟一段时间之后，如果你已经不是初学者了，你也想体验一下鹦鹉的繁殖的乐趣，比如说把鹦鹉养到会生蛋啊，孵化成小鸟，然后成为鸟阿公、鸟阿嬷的乐趣。怎么选一对鸟？我们第一步就是你要先找到你喜欢的鸟种，比如说你看是大型鸟、中型鸟还是小型鸟。那选完鸟种之后怎么选择一个很棒的种鸟，或者你怎么去选择你想要的鸟种？接下来我会来告诉你大概要怎么做。你的鸟要去哪里买，对不对？要么就去鸟店，要么就去跟朋友，要么就是网路。好，那我们今天来讲网路如何买鸟。会去网路买鸟，最主要原因是鸟店不一定有我想要的鸟。网路买鸟的风险往往比鸟店大。至于网路怎么跟鸟友交易，第一手直击现场，接着看。这是一个实际的记录过程，我是帮我们那个鸟友陶教练买鸟的。那之前我们见面的时候，他跟我说，他也有心想要养小黄帽。刚好我在网络爬文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卖一对小黄帽，所以我就帮他询问，陶教练是否确实想要买？那价钱我也跟他说了，那中间我是没有回扣的啊。那之后我联系了鸟主，那我们就约地方。约了时间还有地点，我们就去台中跟他买鸟了。至于怎么样的过程，我们就下面的影片跟各位分享啦。我今天要来出任务，我要跟我们一个好的鸟友去抓鸟，抓一对小黄帽。当然啦，一对小黄帽价钱比较高，请我帮他看一看那对鸟好不好。刚好今天有空，所以我们就来搭火车。好，我们在月台了，等一下要够了，车票。好，走，找丰原见了，拜。到丰原火车站了等一下就找陶教练，马车教练。好，走。见卖鸟人前的想法，通常我都不会设想太多，我也没有什么艰涩的问题想问他，因为我大部分靠我自己的经验我已经知道了七七八八了。如果你比较不熟悉
网络买鸟的规则的话，我建议你在买鸟前，你可以先跟卖鸟人先小人后君子，不要买完鸟了之后才在那边网络在那边比战，那是没有用的。因为活体寄出，速不退还，通常我们大概都要有这种心理的认知。217嘛，227、237、247，还三档，还这是228嘛，238、248，可能两个。一个2000，一个。我上次去买啊，有一个甲我讲3档，结果伊是讲伊出事就甲我算1档啊，结果我一家算啊2档呢。也许卖鸟人会说这是虚岁算法，但鸟不是人类，鸟生蛋到孵出只有3个礼拜，人怀孕10个月，这怎么能用人类的虚岁算法去比拟鸟呢？所以虚岁算法都是鬼扯淡。DNA 卡，我们去跟鸟友买鸟，最重要的其中一点就是鸟的年纪。鸟的年纪要怎么算以 DNA 卡为主你看我们这个是多少？2021年5月11日那我教你们来算，21年5月对不对？22年5月，23年5月，24年5月，25年5月所以我目前此时此刻是25年的1月，所以要到25年的5月，它才满4年DNA 卡满4年。那通常我们在验 DNA 卡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很简单，你看它的脚环是死环还是活环这里简单分别死环和活环就可以了。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如果你在看脚环的时候，你可以把它转一圈，看它有没有一个接缝，有接缝的是活环，没有接缝的是死环。它的脚环是稍大还是刚好？这边给各位一个小技巧，快速辨别脚环的大小。你可以看鸟的脚轴这边，如果可以通过鸟的脚轴，那代表这个脚环会稍大一点。如果没办法通过鸟的脚轴，那就是比较刚好。通常来说，死环都是学吃之前戴上的，活环都是学吃之后戴上的。可是呢，还是有一些例外状况，死环的圈口不宜太大，顶多跟鸟脚轴差不多大，还可以接受。如果圈口明显大很多的话，可能有问题，要小心哦。你是靠我什么片啊？加警告？剪指甲的啦。你有成功无？不是我啦，我跟你都一样。我是叫那个。然后恁朋友看。对。鸟友说的就是这一步。假如怕剪指甲流血怎么办？别担心，我也有另一步，教你如何处理指甲流血的，记得去看哦。有在交流的他不会嘛，用电话讲，袂清要讲袂清，佫惊家人方来你看因为我们其实我爸从以前就玩野鸟了啦，阮爸自己在有生鸭叫，所以阮对鸟就熟的啦，是安尼啦。已经是很资深的了。对，可以这么说啦。恁朋友有成功无？加警告成功？应该是有吧，在楼上，我们到楼上去看。伊也无去甲你求救，就是有成功啊。巧了哦！原来这位鸟友也是我们的粉丝啊，太棒了！当他说他看过我的影片之后，我就心里蛮开心的。第一，专业上的认同；第二，至少大家都是高手过招，起码不太敢乱来，对不对？那就是我们在买鸟的时候带懂的人去，就是有这个好处，你说对不对？当你已经不是养鸟的新手，你就会自己上网买鸟。线上买鸟价钱便宜，相对的风险也高。假如你的运气不好，
开车3个小时，花了半天时间到现场，了解不可啊！又是一个了啊，再一个了。线上买鸟被骗，纠纷多啊，资讯根本看不完啊！我用20年的养鸟经验，N 次的纠纷，N 次的隐瞒，N 次的欺骗，用我的经验来帮你避雷。专任专业鉴定，线上看鸟，就鸟论鸟，还教你现场看鸟的小撇步，限时100元。这边有我们的联系，立即咨询，赶快，还有机会与我线上通话。刚哥小鸟，哪一个是公的？这是公的，这个是公的。啊，这是母的。对，这是。你手春去看个哪个？你去购买。就怕，今晚就怕。你也在试你啊？呢，用拳头。今晚就怕，用拳头是对的了。比较，哎呀，对，会不熟。会。哇，你就看。干嘛？哎呀，好乖啊！看什么？看什么？哎呀，好乖啊！哎，你看出来了吗？你看出来了吗？我们去看鸟的饲养环境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如果是一对鸟的话，它在它的饲养环境必定是和平相处的。观察它们在笼子站棍是站在一起还是分开，哦，这是第一点啊。你可以看得到笼子的底部是不是有羽毛，非常的多，哦，多到不可思议。像你要看天气哦，像此时此刻是冬天，不太可能会有鸟会在这个时候换羽。如果鸟是换羽的时候，你可以看它的羽毛是不是有破损，或者是整只的完整性，这个观察都非常的重要。另外，除了笼子底部可以看得到羽毛的掉落之外，你还可以看得到它的大便的状况哦。不过说实在，看大便的状况并不是那么的容易看，为什么呢？第一，鸟的吃食习惯哦，是不是有吃了红土、保健沙？另外，是不是有吃了蔬菜水果？是不是有吃了其他的东西，导致它的粪便的影响？哦，这些都非常的连贯，所以看大便仅做参考，不一定会准。看也好吧。75、76。哎，卡你有啥看吗？我没有记那个号码。有确定要可以抓出来再对啊。DNA 卡上面有记载鸟的脚环号码，还有鸟的检验日期。另外，你要看它的脚环的号码是不是符合 DNA 卡上面的数字，所以你一定记得要检查，除非你不在意啊，你不在意就算了吧。好，对了，我刚才忘记讲了 ，DNA 卡除了可以看脚环号码，还有检验日期，最重要的是性别。为什么是性别呢？因为我们不知道牛的公母嘛，我们要看一下到底是公是母，什么时候是送检验的，上面都会有写的，千万记住，公母一定要看啊。这笼子很好用哎，又轻，对不对？呆萌是他啦，他叫呆萌，他叫天天，他叫呆萌，他叫天天，他叫天天，所以他会说呆萌哦，会讲很多啦。你卡关那是看这卡还是看？看这卡，还是两卡同款？没有，那个是号码牌，电话号码了，这都是我老婆的电话。哦，所以我们这喜欢温包的剩的呀。啊，对，所以。这只其实以前很乖，它可以站在我老婆上面玩手机，我老婆在玩手机，它可以站在上面2个小时。这一只有教得很好，是它不会在人的身上大便，它就是因为放上来差不多3个月而已，性情大变。这个环境吗？你的够这家够的，有放巢箱的关系。哦，是这样子哦。因为母的会进巢箱。
因为母的会进巢箱。对。所以现在才开始会。因为你看，它母的有在做巢，但是我觉得是太早了一点啦。冷当还没有。是伤早啦，冷当外是伤早。啊，不过阮朋友遐，跟一起，但是现在也不是繁殖期，所以一做这巢期进去熟悉而已。对啊。所以他现在是做怎么样的看不懂。啊，有可能是没有放过。对啊，也是。啊，伊去耍啊，这看嘛呢，熟悉一下。对哦。等等哦，鸟繁殖的问题，进巢箱的问题，我知道对你们来讲非常的重要。可是我要劝你们不要听，当你的卖家在跟你讲繁殖的一些优点的时候，千万不要听，不要听，不要听。为什么不要听呢？因为你应该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去判断这对鸟是否年纪够成熟，是否已到繁殖年纪，是否状态符合繁殖的条件，这些都是你应该必须有的知识概念，对不对？要不然你到现场，说实在的，我问你一句话，如果会赚钱，人家为什么要让你赚？他又不是你爸你妈非亲非故的，你说对吧？哦，当然我们不是指这件事情啊。以往我去买鸟的时候，我最不会问的就是，它大概什么时候会生？这个我不会去问，因为我自己有认知，这种鸟大概多久会生。所以平常的时候都有出来玩就对了。没有抓上来之前。没有，几乎是每天，几乎是每天，就是晚上才进去这个。对，但是那时候在楼下是没有放这个。啊，自从放了这个之后，公的才加刚才加换了。不然你也有搜索之前那个洗澡那个嘛？哇，我看迄拢手掠啦，迄无咧，无可能用网啊，伫遐浮来浮去，站台搁伫遐夹你就夹到冻袂掉啊。对，现在是真的咬哦。现在是真的咬。现在是真的咬，它不是假的咬，母的还可以，母的可以，母的还可以，母的也很乖因为不舍得卖，是朋友也在问，我是抓上来之后只有喂过1-2次牛奶，不然我是都有喂牛奶的习惯。晚上喂吗？没有，不是每天，就是2-3天会喂一下牛奶，补一下奶。就是用汤匙喂，不可能用管，就是慢慢弄给他吃。交流。就是交流一种还有你要做种的鸟，这样子也比较好啦。健康。要做这个鸟啊，安尼较好啦，干嘛？Hello。伊袂甲你教呢。他会认你的，他还是会认你的。嘛是会啊，笑起来嘛是会啊，是即摆咧卖，对啊。买鸟的时候记得要检查，初步先从外观开始，羽毛是否完整，有没有头歪、绕膝、倒斜之类的。我们去交易的时候，我们需要看鸟的眼睛、鼻子、嘴巴比较简单的就是看眼睛、鼻子、嘴巴有没有奇怪的增生物、泡沫，还是不该出现的东西在那边出现比如说有眼屎啦。你想检查更仔细的话，耳孔、蟹子孔、鸟爪也要检查。那耳朵正常的话，就会如影片这样干净。如果杂乱、潮湿、毛竖，可能耳孔有问题。蟹子腔大便的地方。那看大便不准，那看什么最准呢？看它的蟹子腔你要看它的蟹子腔有没有沾到大便它的大便的地方有没有沾得到大便有没有湿湿的啊？有没有残余的大便痕迹，或者它的大便的地方是不是有被修剪过的痕迹这些都要仔细的看一看。最后也要检查鸟爪是否有缺陷，有时候不影响繁殖，但是影响价钱检查就这样，把鸟翻过来，如果鸟太紧张，可以往屁股
吹个气，让鸟放松一下，检查是否两前两后，是否有断子缺甲，有能力的更要检查鸟的抓握力。你要去的时候，你就要事先问卖方，请问你的鸟有没有缺陷？你不要先设定说他会骗你，你应该要先问他，请问你的鸟目前有什么状况，有什么问题？你到现场的时候，你再看你有没有发现到其他的问题，你就可以决定这个人是不是就如同他讲的，他是这么样的诚实。如果他只讲了1、2点，可是你发现了3、4、5、6哦，我觉得你可能还是不要买，会比较心安理得哦。所谓买错最贵，你说对吧？当你已经不是养鸟的新手，你就会自己上网买鸟，线上买鸟，价钱便宜，相对的风险也高。假如你的运气不好，开车3个小时，花了半天时间到现场，了解不开啊，又是一个了啊，再一个了。线上买鸟被骗，纠纷多啊，资讯根本看不完啊。No! 我用20年的养鸟经验，N 次的纠纷，N 次的隐瞒，N 次的欺骗，用我的经验来帮你避雷。专任专业鉴定，线上看鸟，就鸟论鸟，还教你现场看鸟的小撇步，限时100元。这边有我们的联系，立即咨询，赶快，还有机会与我线上通话。OK 啊，应该能比建雄啊，就是这只公的，我跟你讲有没有？那往找这边有没有？有没有？有一点点。哦，你讲多嘛有没有？啊，对对。哎，就是插在这样子。那个是怎么样？这有可能是在它幼鸟的时候就有母鸟不小心去弄到，看真的皮肤之类的。对，有伤到伊的迄个，有伤到伊的迄，所以讲伊咧画的较无哈。它叫 Diamond。别忘记看羽毛状态，也许卖家会说现在很丑，多洗澡，多补充营养，多晒太阳就会长回来了。我要诚实告诉你，有些羽毛的病症根本就不会好。日后我们再开一集专门讲羽毛的病症。这只公的是很大只的。对啊，我讲这只较大只。这只刚刚去搓的啊！你伫遐厝大家拢靠，这只刚刚在搓，嘿啊。你讲只是还好。你讲子母还的是你某的电话对啊？嘿，对，我摸的。Diamond可以摸摸吗？你摸跟我摸都不一样。对，它会。你是插销式的小黄？对，插销式的，它是插销式的。爸，也是可以的。哦，可以。是可以的，但是要培养啊，不是。所以这个是真的是手养的鸟，不是骗你的啦。没错没错没错。这真正手起的，这就是可上手。是真的可上手。哎呦，会唱歌啊，他就是站在你这边啊。你玩手机，他就乖乖站着看。你给他拍录影，就是这样子。给你老婆看。那你这一只有没有？你摸它就很好笑哦，你看有没有？会啊。它就啊，它就这样子，它也不会咬你，有没有？它就这样子啊，这一只就不是了哦。这只不能摸。不，这一只让你摸的，它就让你摸；不让你摸的人，它就咬了。哦，对啊。哦，安娜，我是一只小小。想要飞，厉害厉害厉害！是说它会不会咬我，我都不知道了。一定会咬你。好，继续。
要慢慢熟悉啊，要慢慢的，你要跟他培养。你要跟他培养。不能。爸，上来。Hello。这是你摸没关系。这只可以。不要摸胸。摸胸啊，就是他意思有没有刀胸啊？有没有刀胸啊？对啊。这只不咬人啊。也是会啊，怎么会不咬人？把你给它躺一下，让它。上去。哦，安尼这样称当啊 ，OK 吧 ？OK 哦。母的比较好。啊，你手机来，我给你录影。你母的来，你手管，你妈妈给你手管，要给它带了啊，它不会咬你，它就这样子。可以吗？可以啦，可以。是哦。哎，没关系，我有被鸟咬过。好了，没事。两项就好了。对。那是公的体格就真的很好。天天，我要照顾你哈，跟我回家，好不好？天天。他学坏了。哎，你们有看得到陶教练把鸟放在手上的意义了吗？我跟各位建议一个观念，不管你去到哪里买鸟，去宠物店也好，去网友家也好，去你朋友家也好，你在买鸟的时候，一定要让你的双手去触摸到你买的鸟。好，为什么呢？因为鸟本身就是一个善于掩护自己病状的动物，你很难从外观发现它已经生病了。比如说，它已经变得很瘦，可是你非常不好发现。为什么呢？因为它会把毛竖起来，蓬蓬的啊，你就看不出来啦，对不对？所以一定要上手或者触摸，你才会知道这只鸟是不是非常的消瘦。一定务必要上手。如果专人，我怕被咬怎么办？而且它又不是宠物，又没办法上手，怎么办？很简单，用网子捞嘛，你就往网子把它捞起来，垫一垫，是不是这个重量？对不对？好，那用网子垫一下，是不是这个重量？如果是的话，那就比较没问题。好，我们陶教练买到他的新宝贝了，感想怎样？很兴奋，分享开心，很兴奋，而且直接就接收到会唱歌、会讲话的小黄帽，不用再训练了，应该很快啊，这训练很快，但是一定要找专任帮忙，因为专任真的是专业，可以过滤掉很多的问题，不管是鸟的这些证件的查核啊，还有呢，包含你看到最后啊，饲料的适应上，专任还会帮我注意到这些小细节，找专任就对了。好，就这样吧，好，就这样，成功。